Hello，欢迎来到烂熟人的频道，我是设计师 Jimmy。OK，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如果你们有在看影片的话，看到广告帮我多看10秒钟，你们一个5星的动作可以给我和小编极大的鼓励，所以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OK，那今天我们直接切入重点，我们要来看的是 Tag Heuer 的 Aqua Professional 300 Date and GMT。这个系列是2020年推出，被认为是 Aqua Racer 的重大改版，不光在尺寸还有在外观上它还做了调整。那有全新的 COSC 的认证，而且动力储存直接拉到80个小时。对于日常佩戴来讲，可以说是相当的实用。很多人都在关注它到底能不能去上打 Tudor， 下打 Longines， 甚至是 Oris 这一些运动潜水表的热门选手。这只表究竟有什么亮点呢？是不是应该买一只？听我娓娓道来吧。Tag Heuer 的 Aqua Racer 这个系列最早的原型呢，是1982年的 Heuer 2000系列。那个时候他们就建立了兼顾专业的潜水表的定位，一直到2004年才正名为这个 Aqua Racer。那持续演变成品牌最重要的运动表的一条支线之一。2021年 Tag Heuer 推出了 Aqua Racer Professional 300的新世代设计，将整个系列推升到更高的质感及层级，其中包含了经典的12边形的陶瓷表圈、八角形的夜光时标，以及潜水表必备的300米防水能力。虽然在2021年这个版本已经获得了很多的好评，但市场上仍然有一些声音都觉得43的表径过大，动力储存38小时也实在是不符合时下的主流规格。直到2024年，这个 Tag Heuer 听取了大家的回馈，推出了全新的42 Aqua Racer Professional 300 Date and GMT， 这算是对应黄金比例的一个修正。当然它不只是单纯的缩小表径，连这个表耳到表耳也缩到了 48mm， 更适合亚洲以及中等手腕的佩戴者。同时 Tag Heuer 也换上了他们全新的自家自制机芯 TH31， 这颗机芯是由他们 Tag Heuer 跟 Sellita 的 AMT 部门联合特制，具备天文台 COSC 80小时动力储存，整个就让机芯的等级跃升到跟 Tudor 还有 Longines 同等级的竞争水准。可以说 Tag Heuer 把这一次的更新定位成为这个延续设计语言的全面升级。OK， 说到设计这一代的 Aqua Racer 的改变，我觉得细节还蛮多的。首先是表盘，它舍弃过去的这个水平的这个木板纹的路线，这次改用的是立体的波浪纹。那灵感是来自于这个海洋里面的沙子的这个纹路，以及潮汐流动的这个纹路。所以你一看到这个表盘，你就可以联想到这个潜水跟大海。这样的纹路在光线下有不同折射效果，时而低调，时而闪耀，让整个质感更为立体。在颜色上呢，有黑、蓝、绿3种选择，而 GMT 则提供蓝跟绿2种，都是用双色陶瓷圈。那表壳维持12边形，那边角经过抛光跟拉丝的交错处理，我觉得质感上是还不错。那时标的部分延续上一代的八角形，搭配渐行指针以及纤细的分针，夜光涂布的覆盖面积变大，夜间读时是非常的清楚的。OK， 所以我觉得这个 Aqua Racer 的 DNA 算是设计的更有原本的拥有持续它原本的优势，又保有更现代的设计语言。OK， 那这一次 Aqua Racer 其实最大的亮点，重点是搭载这个 TH31-00， 那这一颗在 GMT 的搭载上面是 TH31-0， 保证在日差是在-4到正6秒，所以它的精准度其实是非常好的。那重点是它的动力储存达到80个小时，对比上一代的 Caliber 5只有38小时，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提升。那运转的频率也是维持在高振频的28800每小时，整个保养跟便利度跟稳定度的信赖度都是大大增加的。那 GMT 虽然还是用了一般的 Kohler GMT， 不是 Flyer GMT， 但大多数的使用者来说，我觉得也算是够用了。那表壳的部分，不锈钢搭配陶瓷表圈，防水深度300米，基本上这一些都是时下大家最喜欢的一个规格。Tag Heuer 这一次把 Aqua Racer Professional 300 Date and GMT 的价格策略也放得很漂亮。
链带版呢是在大概4000到4200之间，所以其实这个价格刚好就落在 Tudor 的 Black Bay 跟 Longines 的这个 Zulu Time 的一个竞争范围之内。那虽然 Tudor 提供的是标准的 Flyer GMT，简单来讲，它是真的是对于长飞行人来讲，这个是更方便的。那对于这个 Longines 呢，我觉得它也算是非常有优势，因为 Longines 走的比较是优雅一点的路线，反观 Tag Heuer 则是完完全全的比较这个 sporty 运动员的感觉，所以它的性价比其实还算是还不错。OK， 它也可以成为未来这个潜水表很强势的选择。所以这一款表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是很喜欢运动风格，又希望表款能兼顾日常跟正式场合，那这一只表还不错。42的尺寸，我认为它是适合大部分的手腕，因为我一直都觉得40有的时候有一点不上不下，42反而更能凸显运动的那种气氛跟个性化。那300米防水加上陶瓷圈，能文能武，那 GMT 又适合跨时区的工作群体，所以我觉得即便是不常飞的人，他也派得上用场。那最后就是 Tag Heuer 它的品牌力也还不错，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瑞士中高端表的这个爱好者，其实 Aquaracer Professional 300是一个很值得的一个选项。总结来说啦，2024年 Tag Heuer 的这个 Aquaracer Professional 300 Date and GMT，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更新。它并没有大刀阔斧的去改变2021年的一些 original 的 design， 它反而是透过缩小尺寸，把比例做得更好。重点是换上了很棒的机芯，所以你整个的佩戴体验稳定性会大幅的提升。那主要你可以看到的主视觉当然就是波浪纹啦。那这次还加入了那个瑞士天文台的 COSC 的认证，这2点也都让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虽然 Color GMT 可能会让部分人觉得有点可惜，我觉得下一次也许他们就可以把真正的 Flyer GMT 放进去。那我觉得 Tag Heuer 一直以来强调的精神都是将专业工具表跟设计现代结合，所以其实他在海下工作的能力不用怀疑。那日常佩戴全方位的运动潜水表也是绝对是符合它的一个定位。所以如果你正在考虑一支很万用型的运动表，我觉得 Aquaracer Professional 300是不管在设计、价格以及功能上都非常值得放入口袋的一个候选人。不要忘了，这一只表它的定价是4000美，所以其实它还是落在5000美以内。那其实我们讲这个3000-4000美金，你能挑到的 GMT 又要有品牌历史、品牌力的话，其实真正的选择就跟如同我刚才讲的一样，你要嘛就是加一点去买 Tudor 的 Black Bay GMT， 要不然就是降一点去选这个 Longines 的这个 Zulu Time， 那不然刚刚好就是只会卡在这个 Tag Heuer。那但是我也觉得有一些要讲，就是说换个角度讲你加一点点钱买 Black Bay， 你就获得了真正的 Flyer GMT。那当然你省一点点钱，你多了更多的运动氛围，因为 Tag Heuer 强调的是现代运动设计，而 Black Bay 一直以来是秉持的复古、复刻 Vintage Vibe 的味道，所以这2条线其实切得很清楚，也不至于到冲突。它虽然 Black Bay GMT 比较贵，那是因为它是真正的 Flyer GMT， 那相对的你便宜了一点，可是你获得了陶瓷圈 OK， 你也获得了为实有的 GMT， 那你有一个更 aggressive 更 sporty 的外表，所以它价格也有所错开。所以我觉得做任何选择，你们大家就是去现场试戴看看 OK， 这是我对这一只表的一个评论。OK， 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你的一个小动作对吉米跟小编都是非常大的鼓励。好了，老生常谈，不管什么样的手表，总归一句话，它都没有办法留住时间，但是可以让我们确定，就是每一分每一秒过去，我们都在创造属于你跟我的历史。吉米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开心，然后可以戴手表，让我们去理解时间的重要性，应该花在我们身边的人事物。对于时间，永远保持着正面以及清楚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
我是烂熟的设计师吉米，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了，拜拜。